因为一时冲动，女孩失手害死了欺凌过她的同学。惊慌之下，她选择藏匿尸体，并强迫自己认为这一切都是场意外。同时，为了躲避稽查，她被迫开始掩盖犯罪痕迹，清理现场。可在死亡发生后的第7天，警察还是发现了那具高度腐烂的尸体。今天是初2月考成绩出来的日子，教室里的学生都围在讲台前争着看成绩，而程夏却默默坐在座位上，自始至终都没有抬头。他不关心那张成绩单主要有2个原因：一是因为自己那常年垫底的分数，二是因为把成绩单拿回来的那个人是他最讨厌的人。刘晨蕊拿着那张成绩单，不出所料的在最前面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语数英3科分数都非常高，可他一贯擅长的数学还是没有拿到年级第一。徐敏凑着脑袋站在他旁边，班长这次又是第一了。刘晨蕊冷哼一声，年级第一有什么用？数学还不是没人家考得好。程夏闻言把头埋得更低了，似乎生怕被人看见。他知道刘晨蕊是在说他。自从进到这个班后，班长刘晨蕊就因为自己抢了他数学第一的位置而百般刁难。这时教室的门被推开，数学课代表拿着批改过的试卷走进来。刘晨蕊见此灵机一动，扔下成绩单走过去，笑眯眯的开口：“我帮你发。”程夏心里顿时涌出一种不好的预感。果不其然，刘晨蕊毫不客气地抢过卷子，很快从里头抽出来一张。哎呀，这不是程夏的卷子吗？果然是一个错题也没有。徐敏笑嘻嘻的附和：“数学考这么高有什么用？还不是倒数，哪能跟你比啊？你快别欺负人家了。”说着，他便拿起成绩单大笑道：“人家程夏语文只考了45，全年级一共800来号人，他就排到800名。”霎时间，整个教室内哄堂大笑。程夏坐在教室的角落，始终低着头，一个字也没说。刘晨蕊看着他默不作声的样子，觉得没趣，拿着卷子慢悠悠地走过来，接着啪的一下把试卷摁在他的桌子上。“听说你家里是开烤鸭店的，这卷子也是一股臭油味儿，平常你也不知道洗澡吗？”程夏愣了一下，过了好半天才支支吾吾道：“我每天回家都有洗的，应该没有味道。”刘晨蕊粗着鼻子，难闻死了，真不知道像你这样不讲卫生的人是怎么考到我们善德的。教室里原本很吵闹，但经过这番闹剧后忽然变得安静。在班里，刘晨蕊的成绩好，又是班长，很得老师喜欢，谁也不敢说他的坏话。程夏低着头，知道自己的表情肯定很难看，但好在刘海够长，可以遮住大半张脸，不至于被人看见。上课铃声响起，台上看成绩的学生很快回到座位。语文老师走进教室，叫底下的学生翻开课本开始讲题。程夏脑子里乱糟糟的，整整3节晚自习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在漫长的等待里，下课铃声终于响起。程夏迅速收拾好书包，从教室后门逃也似的跑了出去。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半了，街道上空空荡荡的，连半个人影都看不见。他家离得并不远，经过2个路口，再过一次天桥就到地方了。这条街上大多数店铺都已经打烊，只剩下自家的店子还开着。推门进去时，妈妈杨淑霞正坐在一张小板凳上给鸭子上卤水，瞧见他便顺口说了句回来了。程夏嗯了一声，然后低着头上楼。你这孩子，回来也不跟你妈多说2句，都这么晚了，要不要吃些东西？我给你煮个面去。不用了，他家1楼是店面，2楼才是住的地方，但要说是住所也有些勉强，因为店面不大，楼上的空间也是极其有限。这段楼梯又窄又陡，每次上去都有些费力，而且墙壁上坑坑洼洼，在常年的油熏下显得有些泛黄。杨淑霞疑惑地问他：“今天这是咋了？这么急着上去？作业没写完吗？洗澡？”程夏急匆匆地上楼换衣服，接着有些艰难地拧开那个陈旧的热水器，然后使劲在身上揉搓，直到皮肤都有些变红了才开始冲洗。许久后，他小心翼翼地低头，仔细闻了闻自己的身体，没有感觉到任何不对劲的味道，只有沐浴露残留的淡香味。程夏叹了口气，如果有一天刘晨蕊能彻底消失就好了。清晨6点的闹钟准时响起，窗外还是蒙蒙亮，外头时不时有汽车过路的鸣笛声。他穿好衣服下楼，和杨淑霞打了声招呼就出门了。可在走过第2个路口打算上天桥时，路旁一辆汽车突然疾驰而过，他衣服上被溅了好大一片脏水，真倒霉。程夏抬头环顾四周，在不远处找到了一个公厕，他赶紧跑过去对着镜子冲洗起外套，然而着急忙慌地洗了半天，身上的痕迹却没有半点消失的意思。眼见时间已经不早，他只好跑去学校。等到教学楼门口时，上课铃已经打响，程夏原本急促的脚步也慢了下来。要是现在进教室肯定迟到了，还会被老师骂一顿，不如先把衣服洗干净再进去，反正结果也没什么差别。这么想着，他跑到2楼厕所继续搓洗外套，虽然衣服上的深色痕迹淡了，可气味却依旧刺鼻。正在这时，门外忽然响起一阵熟悉的说笑声，程夏一愣，接着急忙抓起外套躲进隔间。狭窄逼仄的空间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程夏屏住呼吸，生怕发出一点声音。刘晨蕊和徐敏的聊天声越来越清晰，2个人走进来拧开了水龙头。那你这周还去见他吗？刘晨蕊嘻嘻哈哈道，看到时他给不给我写信，写的话我就去。你命可真是好，又能跟那么帅的男生谈恋爱，又能出国玩，我都要羡慕死你了。对了，你什么时候出发去外国？刘晨蕊十分得意地说道，就这周5，主持完运动会我就打车去机场，假我早就请好了。隔间狭小异常，因为是早上厕所没开灯，里头光线异常昏暗。程夏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忽然觉得自己很没用，即使是隔了一扇门，他还是不敢抬起头。这时刘晨蕊像是想起什么，突然提高了音量，这事我就跟你一个人说过，你可别往外漏，省得班主任找我。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说的。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咱们学校就这么大，教导主任又抓那么严，你们平时都在哪儿约会？刘晨蕊神秘地开口，肯定是挑没人的地方啊，不过这我不用费心，他每次写信时都会跟我说在哪见面的。2个人又在水池前聊了一会儿，然后才嬉笑着离开。听着脚步声逐渐远离，程夏这才长出一口气，待厕所里重新恢复平静，他又等了一会后才小心翼翼地推开门。刘晨蕊喜欢在身上喷香水，因为刚刚在这停留过的缘故，现在空气里还浮着一层淡淡的香气。程夏拿起消毒液，在外套上用力搓洗起来，等将味道彻底洗掉，他才穿上衣服向班级走去。待程夏来到教室门口，喊了声报告，教室门没关，班主任在讲台上说话，听见程夏的声音，头都没抬一下，只是冷冰冰地说去后面站着。程夏从书包里掏出课本，老实地走到教室最后面站着看了起来。前几天下大雨，东楼的栏杆腐朽老化不少，有学生在那儿追逐打闹，差点从3楼掉下来，你们注意安全，最近不要往外跑，更不要上楼倚靠栏杆。报告。这时门外再次响起报道的声音，刘晨蕊
站在门外不好意思地开口：“对不起，老师，我们俩迟到了。”班主任扭头看了他一眼：“回去做吧，下次不要迟到了。”看着他们两个平静的表情，程夏下意识抿紧了唇。班主任说完，杂事翻开课本开始讲题。程夏站在后面，单手扶着课本，就用这样紧绷的姿势在书上写字。班主任讲了半小时才停下，说：“你们昨天不是做单元小册了吗？刘晨蕊，你帮忙收一下，我要检查。”刘晨蕊站起来，开始挨桌往下收。很快，他走到了站在教室最后面的程夏面前。程夏从心底害怕对方，更害怕那些伤人的话。他低下头，快速从书包里取出单元小册交给对方。不料刘晨蕊拿到后，并没有立刻离开，而是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然后轻轻捂住了鼻子，真臭。那一刻，程夏感觉脚底的血液全部倒流回头顶，霎时间脑海中空白一片，仿佛浑身的力气都被抽了个干净。过了很久，他才缓缓恢复过来。可刘晨蕊已经走了，班主任还在台上讲课，底下的学生闷着脑袋听课，就像一切都没发生过。这时窗外突然惊起一道雷声，仿佛咆哮般声势可怖。紧接着外头开始下雨。程夏一直呆愣地站在原地，想了很久，直到下课后，他径直离开教室下楼。刘晨蕊和徐敏聊天时曾提过那个男生的名字，程夏对他有印象，似乎是个学习很好而且写字很好看的人。楼下的展览厅曾展过他的书法作品，程夏没花多长时间就找到了那张作品。看着那几张陌生的字迹，他突然握紧了拳头。混账！凭什么？我从来都没害过你，也没骂过你，你凭什么欺负我？你是不是觉得我胆小怕事不敢忤逆你？王八蛋！你这种人就该直接死掉才对。程夏的身体止不住的颤抖。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五，今日晚东北西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预计18时有暴雨，请市民朋友们出行时做好避雨准备。程夏站在门前，听着电视里传来的天气播报，迟迟没有出门。杨淑霞端着盘子从厨房出来，见他还没走，顿时急了：“小夏，这都6点40了，你再不出门就要迟到了。”程夏哦了一声，径直推开门走了出去。今天是学校开运动会的日子，7点35分他们就要排队去操场参加开幕会了。现在班主任没在班里，教室里有些吵闹。程夏进班后闷不吭声地坐下，打开数学题册写了起来，对教室里的一切都漠不关心。没过多久，班主任就进来了，学生陆续出去，整好队伍前往操场。刘晨蕊身穿红色礼服，笑容明媚灿烂，站在主席台上念起了开幕词。恐怕任何人都没法把这样一个精致漂亮的女孩跟昨天那个言辞歹毒的人联系在一起，可恰恰是这一点成了她最好的伪装。不过现在程夏并不难过，她在心底冷笑一声：“你就尽情笑吧，等运动会结束你就笑不出来了。”下午5点整，运动会即将结束，程夏环顾周围，确认没什么人注意到自己后，才转身回了自己的班级，接着小心翼翼地戴好塑料手套，从书包里取出那封早就准备好的信，塞进了刘晨蕊的课桌。一般运动会结束后，学生都会直接回家，很少会回教室，但刘晨蕊不一样，她是主持人，一定会回教室换好衣服再走。只要刘晨蕊看到这封信，那这件事就有机会。这信仿的是那个男生的笔记，大致内容是约刘晨蕊在东楼2层的空中走廊见面。结合那天在厕所听到的对话，刘晨蕊很有可能相信这封信的内容。只要刘晨蕊到了东楼，不管是发现自己被放了鸽子，又或者失足从2楼掉下去，程夏都会很高兴。2楼而已，就算刘晨蕊掉下去也不会死。况且今天运动会结束后学校放假，自然没人会发现他，到时有这家伙受的。做完这一切，程夏取下手套，小心翼翼地放进书包里。这手套是自家烤鸭店的常备，他书包里一直有很多，为此还被刘晨蕊笑过很多次。程夏离开教室，躲在走廊的一根壁柱后，径直观察着初2、5班教室门口。就这么一直等了20-30分钟，刘晨蕊的身影才在长廊尽头出现。明明隔得很远，但程夏还是紧张地屏住了呼吸，他感觉自己的心跳从未这么快过。刘晨蕊进了教室，1秒、2秒、10秒，刘晨蕊穿着红裙离开教室下楼。程夏连忙探出头去，发现她正笔直地朝东楼走去。成了，他连忙下楼，借着校园内密集的绿化掩护，跟着对方。日近黄昏，偌大的校园空无一人。刘晨蕊一袭红裙在暮色中分外扎眼，这是一件非常精致的礼服裙。程夏也觉得好看，但他一点也不羡慕，因为刘晨蕊这种人穿得再好看也不会改变她的本性。东楼已经废弃了很久，跟其他教学楼离得有些远，走过去大概4-5分钟。墙壁很久没人清理，上面攀附着浅浅的灰尘。刘晨蕊径直来到2楼，很快就到了围满栏杆的空中走廊上。他四处观察了一番，没发现来人，便百无聊赖地靠在栏杆边。程夏躲在1楼角落，抬头看着刘晨蕊身下的栏杆，没说话。其实到这里，他的目的已经达成了。时间一长，刘晨蕊肯定会发现自己被耍，那时他戏弄对方的计划也就成功了。如果再留在这里被人发现，就完蛋了。可不知怎么，他脚下就像是被焊住了似的，怎么都移动不了。正在这时，只听不远处传来咔啦咔啦的一响。程夏抬头望去，只见刘晨蕊倚靠的那节栏杆忽然崩裂开来，随着一声尖叫，刘晨蕊的身体失去平衡，整个人翻身掉了下去，头扑通一声砸在水泥地面上，就像西瓜掉到地上，很闷的一声响。程夏瞬间惊呆了，看着地上躺着的刘晨蕊，大脑一片空白。掉下去了？他死了吗？程夏下意识想逃离这里，可脚刚一迈出，却又停住了。不行，如果就这么直接走了，过不了多久，躺在地上的刘晨蕊肯定会被人发现，到时一切都完了。程夏咬咬牙，直接冲到刘晨蕊身边，急切地喊道：“刘晨蕊，你怎么了？你没事吧？”程夏浑身发颤，声音哆哆嗦嗦。然而刘晨蕊却没说话，她瘫倒在地，眼睛大大的睁着。程夏跪坐在她身旁，颤颤巍巍地去看她的眼睛。他看过电视剧，知道人死的时候瞳孔会弥散。刘晨蕊的眼睛虽然睁着，可是症状跟要死的人一模一样。真的死了，我杀人了。程夏喉咙里支吾了半天，却没能发出一点声音。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同时环顾周围，发现没有其他人。运动会已经结束，学生和老师都会陆续离校，可保不齐会有人路过这里。刘晨蕊随时都可能被发现，已经没有时间可以让他犹豫了。程夏在东楼下的草坪角落上发现了一个废旧的配电箱，箱门半开着，里面的仪表早就被搬了个干净。他用力深呼吸，做出了一个此生从未想象过的决定。他从书包里拿出塑料手套戴在手上，然后拉住刘晨蕊的手臂，费力地朝配电箱方向走去。正在这时，周遭突然泛起一种异样的感觉。程夏抬头看去，发现栏杆掉落的2楼走廊上，一个人影正站在那里，平静地看着他。程夏的动作僵住了，他怔怔地看
看着那个方向，身体的最后一丝气力像是被抽干。完了，也许下一秒这人就会大声喊叫，把警察引过来。到时一切都结束了。天空飘起细密的雨点，周围似乎在起风。程夏在雨中同那个人对视，画面仿佛定格。可下一秒，那人却直接离开了走廊。雨点滴落在程夏的额头上，他重新低下头，拖着刘晨蕊走到了配电箱前，半拖半拽的把尸体扯进了配电箱内。之后，他站在配电箱前，最后看了眼前的人。刘晨蕊皮肤很白，五官漂亮的像洋娃娃，乍一看还以为是睡着了。不过再见了。程夏深吸一口气，用力关上了门，咔嚓一声，仿佛某种重物落地的声音。他觉得自己的心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死亡。这时雨势已经变大，雨点噼里啪啦的往下砸。程夏没有打伞，背着书包缓缓朝向门口走去。